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看到这么大的水量，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地方以前非常缺水。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红旗渠，也被习总夸赞为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就是巍巍太行，可以听到很大的水声，对吧？然后从这儿看，它这有一个玻璃桥，底下啊是瀑布，你看还是很漂亮的，是不是？不是我预想的那样。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大瀑布，还有亭子，下面是可以走过去的。从游客中心往上走到检票口，要走一个长长的天桥。这个天桥呢，它的外密色被刷成了红色，鲜艳的红色。我想它的设计思路应该就是看上去呢，就像一个什么迎风招展的红旗。正好这里叫红旗渠。还是很有创意的。现在进景区了啊，这里对神器非常友好，门票啊、索道啊、观光车都是非常友好的。现在我就在观光车上啊，前往核心景区了。从观光车下来啊，就是核心景区青年洞了啊，这两边都是红色的标语，也是红旗渠精神啊。红旗渠我一直想来，但一直没有来，主要是这种景点吧，是吧？你懂的。然后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太行山，然后那边不远啊，就太行山大峡谷。这里有一个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到红旗渠了这就是红旗渠，当年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东西。那么这里有些老师傅跟他们聊天，他们的父辈包括他们自己本人也曾经挖过这个渠，活标本吧。听着红歌，看着红旗渠接着往前青年洞是它的核心景区。现在等于说是在半山腰上了这太行山半山腰。下面的水挺大的，我就不知道这个水当年他们为什么不用呢？还是说这个水是后来才形成的？这个不了解了，咱们不能瞎说渠还挺宽的，这一块挺宽的，水还比较平稳，说明现在的人也在喝这个水，是吧？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个地方我看老乡还是很穷的。虽然说有红旗渠，但是经济方面还是发展的比较迟缓毕竟是在一个交通并不便利的地方。老区这里有一个字叫太行天河天河从这儿有一个上山的路，上山去哪儿呢？去它的顶去它的顶，这个山顶叫什么？玉皇顶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渠的这个走向什么的，还可以看到三省交界就是山西河南还有这河北。因为从这穿过去不远就到邯郸了。我今天的下一站就是去邯郸。邯郸有一个响堂石窟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个很小众的石窟，但这个石窟呢重要性还是很重要的它 OK 了，这个单独再拍一集再讲就这慢慢溜达是吧？在这个渠上面溜达。这里呢有一块刻着字的石头上面写着“廊岗后
这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渠的质量，确定了一个地理标志吧，就是说这块的东西谁负责啊，以确保这个渠的修造的质量。这里是虎口崖啊，上还题字啊，神功铺啊，可以想见当年开渠之艰难。在这个地方就感觉特别明显啊，就是这个水是完全顺着这个山势往下流，从高往低流啊。你看这个特别明显。这里还真有船。中国人修渠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几千年以前中国人就在修渠最有名的灵渠，对吧？但是渠呢，一般都在地面上修，像这在天上修的，可能还真是就这是唯一处了啊，就是真正有名气的。这个地方呢叫林州啊，隶属安阳，河南安阳。那么这个地方离山西交界，在历史上来讲，这个地方10年久旱，水贵如油啊，就是水特别难，以至于很多人难到什么程度呢？难道只能举家搬迁到山西去啊，到河北去，没有办法。那么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人口越来越少，对不对？那么林州人民呢，从1960年开始呢，用了10年的时间，差不多啊，修建了这条人工的天河啊，在天上修了一条渠，利用这个山势的起伏，成功的把山西的漳河水引到了这里啊，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那么这条河是长1500公里，你可以想象吗？比从北京到武汉还要远啊，所以说真是这种精神真是难以想象啊。前面就是青年洞了啊，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党旗。哇，小孩子们来了啊，赶紧说一下这个青年洞。这个青年洞呢是1960年先修建的，当时呢正是国家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当时口粮年轻人只有1天6两粮食，所以那个时候青年呢为了抓紧工程进度啊，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只用了1年5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太行山上面开凿了这个洞。这个洞当时这个条件非常艰苦了，石质非常坚硬啊，能看这石头很坚硬，而且这个地势很陡峭啊，所以这个精神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为了纪念这些300个青年，所以把这个洞叫成青年洞。就当年是由这300个青年组成了这个抢险队啊，攻坚队来挖这个洞，因为它是当时的一个在干渠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挖通了它才能够走下一步啊。这里有入党誓词啊，有党旗啊，说明是很多党员在这里宣誓入党的地方，也是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吧。小朋友们来了啊，没法录了，吵死了。当然了，这是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OK， 让一让，小朋友让一让。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到这里来了啊。我们这是正式教育啊，河南省实验学校。他们要在这里宣誓吧，应该。我现在爬到了上面来，就是当时我看神功铺的下面这个地方。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神功铺，因为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地势宽敞一点啊，平坦一点，所以当时修渠的民工就住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很乐观呀，牙当房，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啊，这就是神功铺，他们当年休息的地方，住的地方啊，谈不上休息了，住的地方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啊，下面就是渠。
啊，这里就是虎口崖啊，虎口崖。啊，当年呢挖这个渠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往下掉石头，为了确保这些修渠人员的安全，这个地方就不得不采取让一些有勇有谋的人荡着这个绳子来回除掉这种危险的石头的工作。啊，又叫虎口拔崖啊。这边还是非常窄的，你需要侧身，有时候需要低头，有的时候还需要爬进去啊。如果你腰不好，还是别上来了。啊，那边确实不太好走，这边好多了。啊，一线天啊，这有个一线天，从这个一线天穿过去，到山的更上面去，到顶还远着呢。不过他这边提供索道了啊，不过索道就没有什么趣味了，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旋转楼梯到一线天。很多人并不往这边走了，那就很好，省得挤。哦，看一看一线天，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小地缝吧，风化造成的。啊，确实够窄的啊。上去看看。这一线天让我想起了福建的太姥山。太姥山那个也非常窄，哇，那个确实很窄。你看看，哟，我过不去，我还得侧着身子过吗？难道？我还侧着身子过，就稍微胖一点你就别来了，稍微胖一点都不行。看看下面，看看我后面，你看多窄，跟这鞋比起来，只能放一只鞋，两只鞋都放不下。继续，我能听到我的包在后面磨的声音，很窄。最近我在控制体重，还是有用啊。你要超过180斤，估计够呛。啊，这边就好了，这边就宽多了，刚才太窄了。爬山的乐趣啊！想起《桃花源记》了，初极狭，后豁然开朗。上来了，微微太行。我看看走过来的路，这边上宽的了。现在什么景区山都有一个桥，有玻璃的，有普通的，有滑道，反正就想尽办法开发吧。再往前走就可以到什么一脚跨3省了。好，不免俗啊，走走这桥，步云桥。这个地方可以看3省了。看我的手表哪边是东南西北啊？东南，这边是东南，也是河南方向。
我身后是北，就是河北方向，然后这边就是右手边是西，就是山西方向。Anyway 啊，总之就是省界跨界之道了。哇，那边走到最上面去有一个滑道，谁会有精神手往那上面走啊？红旗渠在那儿。然后这条河叫漳河，所以它引的是这个河的水。林州它这个渠还往前引申很远了，所以那边的人离这个漳河还是很远的，所以是没有水喝的。当年挖红旗渠的原因就在这里。巍巍太行，你这往那边走就太行山大峡谷的景区，这次我就不去了啊。从这里再看一看这个桥，还有壮美的这个太行山脉。我发扬了红旗渠的拼搏精神啊，没有坐索道上山，爬上来的，但是现在是坐索道下去，有神器呢。导游是吧？这个就可以下去了。现在在索道上面啊，可以俯瞰一下这个渠的走向。刚才我是爬上去的，然后索道下来。那么这个景点呢，对导游证还是很友好，基本上都是全免。他介绍了他们会看啥，我感觉坐在索道上也看不见。上面这渠道有水没看到吗？对，是啊，他就我刚看了个没水，他就是引的这个漳河水。现在我觉得已经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早上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瀑布啊，在这儿呢，还没去呢啊。这边有一个碑写着岳峰渠，但是瀑布在那儿，在我眼里有点像那个黄河湖口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叫洛斯潭啊，不要门票，就在停车场一个路口下来啊。你看这里也有一个瀑布，差点给漏过去。先来看这个秀美一些的瀑布，没什么游客啊，因为很多游客都不来这里。这个花是假的。还是挺像这个壶口瀑布的那种，两边的这个山是很像的，不过这秀美一点。上面这个像红旗一样的东西就是红旗渠的入口。有点意思啊，看这个渠上面写的岳峰渠，关键是下面两个字啊，河北邯郸啊，所以这边已经是归河北邯郸市了，也就是说以这个河为界，漳河为界。我身后呢就是安阳的林州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正在跨省，应该讲已经跨省了，过了这个河就是河北邯郸市的世界。这个水还有挺多沫子的啊，感觉好像不是很干净的样子，但大体上还是很干净的。你看那个瀑布怎么样？一点不赖吧？是不是有点这个黄河湖口的感觉？对面是个亭子，你可以去对面，大家过了桥过去，那边肯定就属于安阳境内了。真的是有点壶口瀑布的气质。拉近一点看，走到这个路线的最顶头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其实还是可以过去的，从下面有点危险了。来，我们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个瀑布的气势，没毛病啊，这就是瀑布啊，没毛病。水量、声音、宽度都没毛病，落差再大一点就牛叉了啊！基本上没有怎么开发了，也不收费。所以这也是个意外之喜吧。在瀑布的一侧，又看到了一个渠，这个渠就是月峰渠，因为它位于邯郸一侧，那么是由邯郸的地委组织施工的。当年一共修了2年半的时间，同样也非常艰苦。这个发扬了对面的红旗渠的精神啊，都是引漳河水入邯郸。包括今天下午我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峰峰矿区，那边也是靠这个渠的水过去解决这个用水困难。了不起的中国人民，这就是月峰渠。